虽说哭戏并不是衡量演员演技好坏的标准，却是作为演员起码的基本功。当然，对于不同的演员来说，哭戏的表达也会有所不同。就比如刘若英在《天下无贼》的这段哭戏就被网友称为教科书演技。当警察告知丈夫的死讯后，刘若英的脸上没有波涛汹涌，只有风平浪静。当时已有身孕的她，为了不让情绪波动太大，拼命往嘴里塞东西，就连嘴边的酱汁也无暇顾及。即便尽量在隐藏自己的悲伤，但眼泪还是止不住的往下流，瞬间让观众产生共鸣。人世间中，樱桃饰演的郑娟在得知周母去世后，从不敢相信到撕心裂肺的哭泣。她的表演细腻又真实，情绪的层层递进演绎的可谓是淋漓尽致。赵丽颖的半夏在得知小陈时日无多时，既自责又懊悔，却无能为力。洪荒的眼睛早已潸然泪下。由此可见，哭戏的表达并不局限于一种，可以是嚎啕大哭，也可是隐忍着的哭。那如果说在90小花中，让你印象深刻的哭戏都有谁呢？而演员演技的差距有多大？一场哭戏就可以看出他们的功底如何。将杨紫、鞠婧祎、赵露思放在一起比较，也是一目了然。个人觉得杨紫在香蜜中的表现就很出彩。当锦觅误以为旭凤杀了他爹爹时，虽然表妹说着最恨的话，但眼泪却恰好成了他悲痛又绝望最好的证明。更为重要的是，剧中有杨紫很多哭戏的场面，但无论是笑而不得的哭，还是哭到青筋暴起，她总能轻而易举将观众带入情绪中。谭松韵在《锦衣之下》中饰演的袁静夏，直到现在依旧让人觉得无可替代。特别是当她落入严世蕃之手而望着赶来救自己的陆毅时，已经红光的眼睛就足以表达了心中的委屈、惊讶和恐惧。一句哭着说没有大人了，更是有种想跑进屏幕让他们重归于好的冲动。即便是从没有表演经验，杨超越却依然步步是女主，但对于她的演技着实不敢恭维，拼命的挤眉弄眼，却是连哭都哭不出来，真的让观众看了都觉得哭笑不得。在众子中，杨超越的演技也是丝毫未见增长，虽然表情故作悲伤，但却迟迟不见眼泪，也难怪网友纷纷感叹道：杨超越还是好好当自己的爱豆吧。孟子义在出演《陈情令》时可谓是备受吐槽，不过从《沉香如屑》和《说英雄》中的表现来看，他的演技也是逐渐在进步。尤其是他饰演的雷纯，在经历亲人的离世而受尽屈辱，直到最终的黑化时，虽满眼泪水，但他的眼神却始终坚定，且充满了仇恨，破碎感拉满。不夸张地说，白鹿的笑声有多魔性，他的哭戏就有多绝。周深如故中，当他得知周深准备囚，还要遭受剔骨执行时，从最初的不可思议到无可奈何，全程没有一句台词，却早已哭到撕心裂肺，青筋暴起。不知当时有多少人是跟着十一一起哭的呢？赵露思的演技虽说备受质疑，哭戏发挥时常不稳，不过在星汉灿烂中，她的表现却很有感染力。在宫里备受欺负不说，还被推到河中被蛇咬，陈少商本就憋着一肚子的委屈和怨气，为了不让林不疑担心，他始终强忍泪水，但最终还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扑在对方的怀里哭泣。这个画面估计任谁看了都会心生怜悯吧。但凡是鞠婧祎出演的作品，网友对她的焦点向来是扮永久造型大于演技。迦南传中，因一碗面怀念起去世的亲人而掉下眼泪，鞠婧祎对该情感的表达并没有任何的过度，看似落下了眼泪，却让观众看不出她的悲伤，反而显得苍白又无力。在面对外祖母去世时，眉头一皱，眼泪一掉，嘴巴一瘪，似乎成了鞠婧祎哭戏场面的程序化表演。而最后徒手擦眼泪的动作，有种哭着哭着就要笑了的既视感。虽说吴谨言的戏龄已有10年，但他的演技却如同刚出道的新人，他的哭戏甚至可以用五官乱飞来形容。虽然憋屈、生气又很想哭，但只见他摇头晃脑、挤眉弄眼，却迟迟不见眼泪。如果吴谨言能把更多的时间放在提升演技上，
或许也不会有网友说魏璎珞的爆红只是一场意外。虽然年仅23岁，但宋祖儿却将乔思美这个妈妈的角色刻画得入木三分。当面对丈夫的出轨、小三的挑衅，夜深人静时只能独自哭泣，觉得自己既可笑又可悲。也正是这一幕，让观众感受到了她演技炸裂的瞬间。尽管哭戏是多样化的，但走心的演绎总能打动观众的内心。如果连哭戏都哭不出来，又何谈演技呢？